今天我们来谈谈台湾和中共之间长达70年的一场谎言与真相角力。过去几十年，许多人以为台湾问题早有定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终将回到祖国怀抱。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这种论调被反复宣传，甚至写进教科书，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常识。但真相果真如此吗？还是这其实是一个精心维系的政治神话？70多年来，台湾在现实中早已走出截然不同的道路，孕育出独特的民主与身份认同。如今更决定不装了，不再附和北京的虚伪剧本。最近，赖清德总统一句直白的话，犹如孩童戳破皇帝新衣般，当场拆穿了中共苦心经营的最大谎言。为什么要等到现在，台湾最高领导人才公开说出这样的真话？赖清德究竟说了什么，能一语废掉中共70年的叙事？这句话又如何让北京当局气得跳脚，却除了抗议之外不敢轻举妄动？今天就让我们深入回顾历史，剖析现况，来探究这场围绕台湾主权的真实与谎言之争。189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因此成为日本殖民地长达半个世纪。直到二次大战结束的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依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战后安排，由同盟国指派中华民国政府接管，结束日本统治。然而，这段光复过程只是台湾主权归属问题的开端，并未真正尘埃落定。真正决定台湾命运的是随后爆发的中国内战以及战后国际格局。国共内战末期，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成立，毛泽东掌握了大陆政权，而蒋介石率领的中华民国政府则撤退至台湾，继续统治台澎金马等地，维持中华民国的法统。自此，海峡两岸形成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局面。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均互不承认对方的合法性，各自宣称自己才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种敌对对峙让台湾的主权归属陷入僵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一天，但中共政权自建立之初就将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视为历史使命，反复强调。与此同时，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当局也曾高喊反攻大陆、光复祖国的口号，一度幻想卷土重来。两岸在各自的政治神话中互相对峙，谁也不承认谁的存在。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口号逐渐被现实磨灭，蒋介石的反攻终究未能实现，台湾转而专注自身建设，而中共对台虽图谋不改，却一再受制于国际形势和实际条件，无法付诸行动。除了国内战局外，战后的国际条约也为台湾地位留下模糊空间。1951年，同盟国与日本签署旧金山合约，隔年生效。条约第2条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的一切权利、依据与要求，但并未指明这些领土的继承主权归属何方。因为当时中国正处内战局面，由于签约时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均未获邀参与，两岸对此各有立场。中华民国方面在1952年与日本签订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中日合约，又称台北合约，重申日本放弃台湾主权，但也同样未明文规定台湾主权归属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干脆宣布不承认旧金山合约，称其非法无效。然而，无论北京态度如何，该条约的法律后果是台湾主权未定论的产生。日本放弃了台湾，但哪个政府拥有台湾？国际上出现了灰色地带。中共当然声称自己是中国内战胜利一方，自动继承了台湾，但这其实只是单方面主张，并没有获得普遍的国际法背书。50年代初，朝鲜战争和美苏冷战格局大大影响了台海局势。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为防止中共乘机攻台，派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直接阻断了解放军登岛的可能。1954年底，美国更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正式纳入美国安全防线。中共对此愤愤不平，但也不得不有所忌惮。同年，
中共首次炮击金门马祖，引发第一次台海危机。美国迅速声援台湾，中共最后收兵。之后1958年，中共再度炮击金门，第二次台海危机，试图逼美国放弃台湾。金门前线弹如雨下，但在美军协助运补下，中华民国守军死守阵地，粉碎了中共的攻岛企图。经此一役，美台同盟更趋紧密。中共领悟到正面武力攻台难以奏效，转而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内，暂时以搁置武力、文攻武下为基本策略。另一方面，两岸也在国际舞台展开外交争夺战。1950年代至60年代，随着非殖民化浪潮和冷战变局，不少国家在北京与台北之间重新选边站队。起初，多数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仍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中国，但随着1950年代中期后苏中分裂，美国希望拉拢北京牵制苏联，加上中国大陆自身的影响力上升，局势开始逆转，越来越多国家选择与北京建交。例如，法国在1964年就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意大利、加拿大等也相继转向。大批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更倾向承认北京政权。台北政府的邦交国数量逐渐下滑，国际空间被压缩。最关键的转折点是1971年，当年在冷战外交角力下，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由中华民国代表转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自此，北京政府成为联合国及安理会中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当局。台湾方面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接着，各国为与北京建立关系，纷纷与台北断交。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中美关系破冰。1979年，美国正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终止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至此，大多数国家都改由承认北京，两岸在国际上的地位出现戏剧性此消彼长。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一个中国政策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诠释，并非全盘接受北京的说法。多数国家与北京建交时的官方文件往往仅表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或理解并尊重北京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却很少明确支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主权主张。北京方面则在宣传中有意模糊这种差异，对内对外都声称国际社会承认了台湾属于中国。这种偷换概念的话术是中共延续其对台谎言战的一部分。事实上，许多国家采取的是务实的战略模糊，承认北京统治中国大陆，但对台湾地位不下定论，以保持与台湾的非官方往来。中共却将其曲解为台湾主权已定，这正是70年来欺骗舆论的关键手法之一。尽管在70年代之后，台湾丧失了大部分国际承认，但两岸角力并未就此结束，而是进入新的阶段。中共开始调整对台策略，采取软硬两手，一方面继续不放弃武力威慑，另一方面抛出利诱统战的橄榄枝。1979年元旦，北京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首度倡议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表示在统一后，台湾可以保持高度自治，生活方式不变。随后1981年底，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提出对台9条方针，进一步承诺统一后，台湾可组成各界人士参加的统一政府，保留军队，原有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等等，描绘出统一后优待台湾的图景。这套构想后来被称为一国两制。中共也在处理香港、澳门问题时采用了类似模式。然而在当时，台湾仍处戒严统治之下，蒋经国政府对北京的统一呼声不予理会，反而在法律上明令禁止与中共往来。中共的统战宣传在台湾社会并未引起回响，两岸官方依旧互不承认，毫无交流。真正令两岸互动产生质变的是台湾内部的民主转型与本土意识抬头。80年代末期，蒋经国推动政治改革，1987年宣告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开放党禁报禁。随之而来，1986年，台湾诞生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进步党、民进党，其主张重视台湾人民自决权，甚至提出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
的政治理想，民主化的浪潮激发台湾人对自身身份的重新认同，越来越多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90年代初期，李登辉接任总统，成为台湾本省籍本土出生第一位领导人，象征统治正当性从外来政权转向本土人民。李登辉政府延续民主改革，包括实现总统直选、国会全面改选等，使台湾彻底摆脱威权阴影，迈向完全民主。随着民主深化，台湾社会对两岸关系的看法也日趋务实，越来越多人接受两岸已是两个平行运作的政治实体，统一不再被视为必然或唯一选项。在此背景下，1992年海峡两岸两会，当时代表官方沟通的半官方机构在香港进行协商，试图寻找对一个中国议题的模糊共识。会谈后，大陆方面声称双方达成口头共识，即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方面则强调双方对一个中国的定义各有不同表述。这个日后被称为92共识的政治默契，在当时暂时缓和了表面的僵局，然而它本质上只是模糊处理分歧的权宜之计。北京从未放弃其一中原则，即坚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而台北则逐渐倾向一中各表，坚持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主权独立地位。92共识因此埋下日后解释歧义的种子。李登辉在国内推进民主之余，也开始在国际上为台湾发声。1995年，他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回母校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并发表演说，打破了台湾领导人多年无法访美的外交孤境。此举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中共认为美国背离一中原则，遂对台湾祭出武器升级行动。在1995年到1996年之间，中共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了一系列导弹试射，特别是在台湾首度总统直选前夕，1996年3月发射多枚飞弹落在台湾外海，以干扰恐吓台湾选民，这就是台海飞弹危机。美国则罕见地出动2个航母战斗群驶入台湾附近海域，以实际行动表明对台湾安全的支持。在美军震慑下，中共不得不收手，最终台湾人民顶住压力，以高投票率选出了李登辉，成为首任民选总统。这场危机反而巩固了台湾人民对民主的信心，也让国际社会见识到中国武下的赤裸本质。90年代末，李登辉在即将卸任之际又投下震撼弹。1999年7月，他接受德国媒体专访时首次提出，两岸关系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简称两国论，等于直接宣示台湾、中华民国与中国大陆是2个对等国家，而非一个国家内的中央与地方。这番谈话引爆北京怒火，中共指责李登辉公然搞台独，两岸关系骤然紧张。此时的美国出面调停，敦促双方克制。2000年，台湾进行第2次总统直选，历史性地由反对党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胜出，结束国民党长达半世纪的执政。在竞选过程中，北京明确反对陈水扁，甚至在选前发布对台白皮书，威胁若台湾走向独立或谈统一，无限期拖延，中共将不得不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尽管如此，台湾选民仍以选票实现了政党轮替。陈水扁上台后，为缓和北京疑虑，提出4不1，没有承诺，即不宣布台湾独立，不更改国号，不推动两国论路线，不举行统独公投，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统一委员会，试图释出善意。然而，陈水扁政府同时着手深化台湾主体意识，例如推动公投立法，主张台湾是主权国家等，仍引来中共疑惧。2002年，陈水扁更直接指出，台湾跟对岸一边一国进一步踩到了北京的红线。中共判定陈水扁当局在逐步走向法理台独。为了吓阻台湾，2005年3月，北京全国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将对台动武的可能性正式写入法律。该法规定，若出现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任何可能等情形，北京将采取非和平方式。这是中共首次以立法形式对台湾发出武力威胁，引起台湾朝野谴责。
国际间也多有批评北京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所幸当年陈水扁任期渐近尾声，并未做出激烈举措，两岸未爆发新的重大冲突。2008年至2016年，台湾迎来中国国民党籍总统马英九执政8年，马政府主张在9·2共识基础上与北京改善关系，两岸往来显著增加。期间，两岸签署了20多项协议，包括2010年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 大幅降低双方关税与贸易障碍，陆客观光人数飙升，两岸直航班机频繁，经贸交流达到前所未见的热络程度。表面上，两岸陷入某种和平红利的蜜月期，但隐忧也逐渐浮现。一方面，中国经济影响力渗透台湾，引发对国安与主权的担忧；另一方面，马政府为维持和中共的和谐，对北京的一些打压行径采取低调回避态度，例如在国际场合自我矮化使用中华台北称谓等，这让部分台湾民众感到不满。2014年，马政府试图强行通过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ECFA 后续协议时，引爆了大规模学生运动太阳花学运，年轻世代占领立法院，走上街头，反对黑箱作业，诉求捍卫台湾民主，抵制经济过度轻中。这场运动凸显台湾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以及对自主性的强烈意识，也重创了国民党政府的威信。2016年，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实现再次政党轮替。蔡英文上任后拒绝接受9·2共识作为两岸政治基础，他仅承认92年两岸曾有对话，但未提及一中共识，强调要以维持现状、和平对等的原则处理两岸关系。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出，台湾会珍惜既有的宪政体制，维持两岸现状，表明不会在主权上让步，但也不会挑衅。尽管措辞温和，北京仍不满意，认定蔡英文不承认一中原则就是否定两岸同属一中，遂自2016年起中断两岸官方联系。接下来数年，中共大幅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除持续阻挠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组织外，还接连挖走台湾仅存的邦交国，如2017年的巴拿马、2018年的萨尔瓦多、2019年的所罗门群岛与吉里巴斯等，使台湾的正式邦交国从马英九后期的22个减至不到15个。同时，北京加紧对台军事施压，解放军空军和海军频繁在台海周边演训，军机几乎天天越过海峡中线或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特别是2019年以来，中共战机绕台已成常态化行为，武吓意味浓厚。面对北京的步步进逼，蔡英文政府一方面提高国防投入，延长义务兵役等，强化自我防卫；一方面争取国际支持，深化与美日欧等理念相近国家的伙伴关系。蔡英文多次重申4个坚持的原则，包括坚持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坚持台湾前途须由2300万人民决定。这明确地向北京与国际传达台湾的核心立场。2019年初，习近平在对台讲话中强调，统一后台湾可实行一国两制，并不讳言，不放弃武力。蔡英文立即回应，我们绝不接受一国两制，强调这是台湾全民共识。巧合的是，就在同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民主运动，北京最终私下伪装，强推香港国安法，大幅侵蚀香港高度自治和自由权利，彻底粉碎了一国两制的承诺。香港自由迅速消退的现实，成为台湾人的借鉴。台湾朝野和民众普遍从香港的遭遇，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共承诺的不可靠，一国两制在台湾彻底失去市场。2020年1月，蔡英文在总统连任选举中以创纪录的高票击败主张亲中路线的对手，这被视为台湾民意对北京打压和香港警示效应的强烈回应。蔡英文连任后，继续强调对等、和平、坚定的两岸政策路线，寻求国内团结和国际支持来抵御中共压力。进入2020年代，台海局势依旧紧绷不安。尽管蔡英文已经高票连任，北京并未因此收敛对台压迫，相反，中共持续以军事、外交、经济多管齐下，
向台湾施压。2021年10月，中共战机在短短数天内累计出动近150架次扰台，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规模前所未见，企图向台湾和国际展示武力。随后的2022年，更是台海风云激荡的一年。8月，时任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南希·裴洛西不顾北京警告访问台湾，成为25年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民选官员。北京震怒之下，在裴洛西离台后，立即于台湾周边展开大规模实弹军演，导弹飞越台湾上空，并在台湾东西两侧海域划出军事禁区，实施封锁演习。一时台海剑拔弩张，台湾政府严正谴责中共的军事恐吓，同时冷静应对，国军提高戒备并强调不挑衅。美国白宫则痛斥北京反应过度，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未变，要求中方立即停止军演。日本、欧盟以及7大工业国集团 G7 也纷纷发表声明，呼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最终，中共在进行几天示威性演习后宣告结束。所谓围台军演，这场危机虽然有惊无险，但让国际社会更深刻认识到台海冲突的现实风险，也让更多民主国家公开表态支持台湾。事实上，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台湾安全的承诺明显强化。美国总统拜登自2021年以来，已多次在受访时明确表示，若中国攻台，美国将出兵防卫台湾。尽管事后美方官员仍称美国对台政策未变，暗示战略模糊依旧，但外界普遍解读这些言论为美国对台支持的更明确保证。日本政府也在防务报告中将台海稳定视为自身安全利益所在。澳大利亚、英国、欧盟等均提高了对台海局势的关注程度。可以说，台湾的国际支持度因中共的咄咄逼人反而水涨船高，越来越多国家愿意挺身为台湾发声。进入2023年，中共对台湾的压力有增无减，但台湾与民主盟友的交流也更加密切。4月，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会见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引来北京新一轮军演恫吓，但规模和效果较前一年的裴洛西事件明显减弱。8月，时任副总统的赖清德以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身份出访友邦巴拉圭，并2度低调过境美国。中共再次暴跳如雷，对赖清德贴上台独标签，口诛笔伐，甚至在其过境期间举行联合利剑、实弹演习示威。然而，这些手段仍然无法撼动台湾朝野的意志。2024年1月，台湾举行总统大选，中共在选前透过网络水军和亲中媒体散布台湾不需要抗中保台，执政党会把台湾带进战争等恐吓论调，企图影响选民抉择。但台湾多数民众并未受其操弄，最终赖清德以明显优势当选，接棒成为新任总统。这结果令北京大失所望，却无计可施。中共官方喉舌继续老调重弹，强调不管台湾换谁执政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等陈词。但台湾人民用选票表达的意志早已让这套说辞显得苍白无力。赖清德在2024年5月20日宣誓就职，总统发表演说，阐明对中政策。他延续前朝提出的4个坚持原则，重申在主权立场上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并明确指出两岸关系互不隶属，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互不相属。这是蔡英文曾经表达过的观点，如今由新任元首正式宣示，等于公开告知北京与国际社会，台湾、中华民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北京闻讯后震怒，国台办发言人立刻指责赖清德歪曲历史，充斥谎言，宣称其言论充分暴露台独本质。然而，这套标准谴责词无法改变赖清德政府既定的立场。真正让北京陷入进退维谷的是不久后发生的一幕。同年10月10日，双十国庆当晚，赖清德在总统府前的庆典演说中再度提及两岸定位问题，并直指中共多年来自我营造的祖国幻觉。当时正值中共11国庆刚过不久，北京一方面诱迫台湾人对祖国唱颂歌，在网络上炒作赖清德会把台湾带入战争等论调，另一方面与台湾内部亲中势力合力鼓吹所谓以美论，质疑美国靠不住。
就在这种统战声浪下，赖清德抛出的祖国说有如当头棒喝。他在演说中连续发问：中共若真在意历史领土，为何不见北京去向俄罗斯讨回清朝时割让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却紧盯着区36000平方公里的台湾不放？既然中华民国早在1912年建国，远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49年成立，而且中华民国政府至今在台湾屹立不倒，那么台湾又何来叛离祖国，需要回归之说？这一连串鞭辟入里的反问，瞬间戳破了中共宣传中逻辑混乱、自相矛盾的迷思。赖清德此番话音一出，举座哗然，台下观众报以热烈掌声，许多台湾民众透过直播收看也倍感振奋。相比之下，北京当局一时间哑口无言，对这种直接挑战一中原则的论述似乎措手不及。平日反应神速、逢台必骂的战狼宣传机器，这回竟罕见地沉默了整整3天，才勉强挤出官方回应。中共最终搬出老一套论调，由国台办发言人声称中华民国早已灭亡，台湾当局只是非法叛乱集团，重申1949年以来台湾的唯一合法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老调重弹联合国2758号决议，所谓确定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律事实。这套陈词滥调毫无新意，立场也完全在意料之中，但北京罕见的反应迟缓，已经透露出心虚和进退失据。一方面，如果中共对赖清德的言论置之不理，等于默认自己的历史叙事被击破，但若强硬反驳，又难免自暴其短。最终北京硬着头皮选择强辩，却反而将多年来不愿明说的立场摊在阳光下。当北京透过官方声明亲口强调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时，台湾朝野乃至国际舆论都更加看清，在中共眼中根本不存在中华民国的存续空间，台湾只能被视为以灭亡政权统治下的叛乱省份。国民党常年宣称的9·2共识、一中各表，意指中华民国依然存在，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幻想，中共从未真正接受过。北京此番表态，等于将国民党精心构筑的模糊空间一笔抹杀，也让更多台湾民众警醒，寄望中共尊重台湾的主权与制度是缘木求鱼，对岸要的从来不是和平共存，而是彻底吞并。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对赖清德谈话的资讯在中国境内遭到严密封锁，中国官媒报道时只字未提赖清德的具体论述内容，只空泛指责其充斥谎言与欺骗。中国的网络舆论管制部门更禁止任何转载或讨论赖清德演讲原文，一旦有零星声音转发其问句，旋即遭到删除屏蔽。中共如此心虚的掩盖资讯，恰恰证明了这场历史辩论中理屈的一方究竟是谁。如果北京真觉得自己掌握真理，又何惧让人民听到不同观点？对比之下，台湾公开讨论两岸史实的民主氛围更凸显了谁是在靠谎言维持统治。当然，北京当局不会甘心吞下这口气，依旧口头上对赖清德的祖国说大加挞伐，官媒辱骂赖清德是十恶不赦的台独顽固分子，扬言他的论调必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国台办发表严正声明抗议，声称绝不容许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社交媒体上一片武统叫嚣之声，极端民族主义网民鼓噪着解放军该动手了，不教台湾记住教训不行。然而这些愤怒最终都只停留在口舌与纸面上，除了在随后几天内象征性的增加对台军机扰动，举行了几场例行军演外，北京并未采取任何实质行动。台湾社会照常运作，国际投资人也未出现恐慌撤资，显示北京的恐吓难以奏效。为何北京气得跳脚，却仍然投鼠忌器，不敢轻启战端？归根结底，是因为武力犯台充满高风险与高成本。尽管经过20多年军事现代化建设，中共军力已大幅增强，但要跨越台湾海峡，对抗台湾本身的防御以及潜在的美日协防，发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2栖登陆战，并非易事。美国明确多次表示台海有事，绝非台湾一方的事。日本也强调不容许台海发生战乱。可以预见，一旦中共武力攻台，极可能引发与美日联军的正面冲突。
即便排除外部介入因素，中共也需慎重考量自身承受能力。战争将导致中国遭受严厉的国际经济制裁，供应链断裂，几十年改革成果毁于一旦。中国本就因人口老化、房地产泡沫、产业外移等问题经济下行，若再次陷战争泥淖，经济必定雪上加霜。更重要的是，一旦侵台战争失败或陷入泥淖，习近平政权将面临无法承担的政治后果，乃至中共统治存亡都将受到威胁。正因如此，尽管习近平将解决台湾问题宣称为民族复兴的必达目标，但他绝不会轻率押上整个政权的命运。对中共而言，最佳战略仍是在不战而屈人之兵，即通过恐吓、施压，让台湾自行屈服。然而台湾人民并未被吓倒，赖清德的强硬表态更显示出以拖待变，对北京未必有利。北京纵然恼怒非常，仍不得不暂时维持文攻武下却不真正开战的拉锯局面。历经70多年的角力，中共编织的台湾属于中国神话终于被台湾方面公开戳破。台湾不再隐忍扮演中共叙事中的附属角色，而是挺直腰杆，以事实和历史据理力争，向世界宣示自己的定位。赖清德的一句真话，威力竟大过中共千万次的洗脑宣传，让谎言瞬间失去魔力。这标志着台湾在国际舆论战中取得重要的道义先机。毕竟，谎言终究遮不住真相，虚构敌不过现实。对北京而言，赖清德的表态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继续否认台湾的存在，只会令自己更陷孤立。一味重复陈词老调，国际社会早已听腻，反倒对台湾的民主坚韧愈发钦佩。如今，台湾人民用选票和行动表明了态度，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主人，台湾前途只能由2300万台湾人决定，而非任何外来政权。这份意志绝非武力威胁所能撼动。未来，台海之间的较量或许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中共不可能轻易放弃对台野心，台湾也不会放弃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两岸关系仍充满挑战。然而，可以确信的是，经过这些年的风雨淬炼，台湾社会更加团结自信，国际盟友对台支持也更加明确。根据台湾的长期民调，如今超过60%的台湾民众自我认同为台湾人，而非中国人，而主张与中国统一者仅是极少数。这意味着，中共试图以同文同种构建的民族认同感早已随风而逝，统一的诱惑力直线下降。在此情况下，如果北京依然固步自封，死抱着虚妄的幻想不放，那最终极可能被历史潮流所抛弃。所幸，世界多数爱好和平的国家看见了台湾坚持自由民主的价值，也开始更勇敢地与台湾站在一起。台湾不装了，象征着一种坦荡的自信与决心。我们不挑衅，但也不再迎合虚构剧本。我们寻求和平，但不接受以谎言为基础的安排。这真相就是，台湾从来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对台湾所叙述的70年神话，建立在沙上之塔，如今正日渐崩塌。70年的大谎言也许一时让不少人信以为真，但终究敌不过历史与现实的检验。一句真话即可令其土崩瓦解。最后，两岸能否找到和平共处的未来之路，取决于北京当局能否正视现实，放弃以虚妄维系的强硬路线。若中共领导人能拿出智慧和勇气，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也许两岸仍有机会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寻求新模式，化解常年的恩怨。反之，若继续让谎言主导政策，动辄以武力威胁相胁，只会让台湾更离心，让世界更加反感。历史的钟摆终将偏向真相与正义的一侧，台湾将在真相中昂然前行，守护民主与自由的成果。这个坚定的岛屿早已表明态度，我们走我们的路，让北京再怎么愤怒也奈何不得。这正是民主之可贵，真相之强大。相信随着时间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们看清真相，识破谎言，理解并支持台湾人民守护家园的正当性。台湾不装了，真相自在人心。